这是核弹爆炸的场景，在刺眼的强光过去后，爆炸的核弹旁出现了一缕缕白烟，这可不是偶然出现的。可以看到，在另一场爆炸场景中，这些白烟也出现了。但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，几公里外的房屋都能被摧毁，为何却吹不散这缕白烟？这道神秘的白线究竟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些白烟并不是核弹爆炸的产物，而是人为投放的，在核爆之前就已经出现了，是早期科学家用来计算核弹爆炸威力的辅助手段。在核武器研发初期，为了对比普通炸药与核爆炸释放的能量，科学家们就会利用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的物理特性，通过测量和分析冲击波的强度和影响范围，来估算出核武器爆炸的威力，也就是 TNT 当量。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，虽然它能摧毁几公里的房屋，但冲击波用肉眼实际上是很难分辨的。在核爆的瞬间，其爆点周围会形成高温高压的发光气团，也就是火球。它以光和热的形式向外辐射能量。火球在膨胀时会推着震波峰，也就是冲击波的外缘前进。此时，火球的外缘与冲击波几乎重合，所以这时冲击波还能被肉眼看见。但在核爆中后期，火球膨胀速率下降，冲击波前进的速度远远高于火球膨胀的速度。那么，远离火球外缘的震波峰很快就变得不可见。从倒塌的房屋可以看出，它并没有消失，但我们无法用肉眼观测到了。早期技术没有这么先进，无法用计算机模拟出核爆炸释放的能量。一些浮空的设备面对核冲击又会非常脆弱。画面中的这艘试验飞艇距离75000吨当量的核武器爆炸爆心有8000米远，然而仍被摧毁了。所以，如何让冲击波显露原形变得格外重要。直到1945年的一场3位一体核试验，摄影师发现，在核弹爆炸时，旁边拴着防空气球的绳索，由于冲击波压缩空气折射光，会造成一种视觉错觉，绳索看起来就像是被折断了一样。于是科学家从中得到灵感，白色烟雾就诞生了。在核试验前几秒，研究者会事先在预测地点释放多枚火箭，在核试验空域留下一缕缕白烟。根据空气折射率的变化，冲击波在路过这些白线时，会在白烟上留下断裂的假象。将这些断点单独拿出来分析，就能得到冲击波的发展轨迹了。